需要了，安全送到了。送到了。老大，我路上遇见个特别的女同志，那人长得就跟天仙似的，而且她做的那萝卜丝啊，比炊事班老赵强10倍不止呢。既然喜欢，不如娶回家。你以为我不想啊？可是她娃娃都生了俩，而且这次还是来找男人随军的，也不知道哪个男的有这么好的福气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老大，那2个娃娃倒是和你有几分相似。画面上，一艘渡轮正缓缓驶向一座海岛，海风轻拂一位身着红裙的年轻女子程月湾，带着一对可爱的儿女穗穗和月月凭栏远眺。这不仅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航行，更是一段跨越5年误解与隔阂的情感归途。故事的开端充满市井的烟火气，在颠簸的旅途中，程月湾用她亲手制作的小菜，轻易地征服了同船乘客的味蕾。从不值钱的小菜到最好吃的东西，简单的对话却如惊雷般预示着她不凡的厨艺。孩子们天真的分享老人家由衷的赞赏，甚至发出来我家当厨娘的邀请。这一切都为她后续的命运埋下聊伏笔。食物在这里不仅是果腹之物，更是她打破坚冰、连接人心的第一把钥匙。然而，当远山岛3个字映入眼帘，故事的基调悄然转变。这座岛是她丈夫宋怀生戍守的地方，却也承载着他们夫妻间最深的裂痕。程月湾的内心与眼前这片陌生而广袤的大海一样波涛暗涌，她满怀期待又忐忑不安。那句爸爸还不知道我们要来呢，待会儿给他一个惊喜轻快的话语下，是积压了5年的委屈与思念。初到海岛，误会与偏见便如海岛的潮水般涌来，在守备团驻地门口，战士张梅的刁难与嘲讽像一根根刺扎向程月湾。嫌弃驻地穷找眼男人，这些恶意的揣测瞬间将她推至风口浪尖。但这一次，程月湾不再沉默，她冷静地掏出邮局存根，条理清晰地揭露了婆婆吴桂花如何截留丈夫寄回的生活费语，定见将5年来的真相大白于天下。这一刻，她不再是那个被流言重伤的柔弱女子，而是一位为爱为家庭证明的勇敢母亲。政委的出现和果断处置，不仅为她洗刷了冤屈，更让观众看到了正义的力量。剧情的高潮在海岛特有的咸腥海风中来临，一家小餐馆里，一碗看似普通的海鲜面，却成了程月湾审视着做海岛未来生活的窗口。她以美食家的敏锐品出了面条的过火与海鲜处理的粗糙。这个海岛会是我未来的第1桶金。这句内心独白霸气地宣告了她的野心与蓝图。美食将不仅是她挽回爱情的纽带，更是她实现自我价值、征服这片土地的武器。而当夜幕降临，在丈夫简陋的宿舍里，最大的悬念终于揭晓。宋怀生归来，与妻儿猝不及防的相遇，没有预想的争吵，只有程月湾带着泪水的告白：我都知道了，我们重新来过，好不好？孩子的护母心切，丈夫那句饱含愧疚的弯弯，这些年在我家，你受委屈了。所有的情感壁垒在瞬间土崩瓦解。海蛎子，肥美的海蛎子，新鲜的带鱼啊，今早刚捞的，大家来看一看啊，看一看新鲜的带鱼。新鲜的带鱼啊，新鲜的带鱼，来看一看啊。妈妈，爸爸什么时候来接我们呀？爸爸还不知道我们要来呢，待会儿给他一个惊喜好不好？好，看一看，今早新捞的带鱼，海蛎子。老人家，请问去守备团驻地的班车什么时候发车？哎呦，是来探亲的吧？上一班车刚走不到半小时啊，下一班还要等2个多小时呢。还有这么长时间啊？妈妈，我饿了。请问有吃饭的地方吗？有，顺着这儿往前走，前面就有几家饭店。好，谢谢老人家。没事，走吧。来这边看，来这边看，3位里边请，坐这儿吧，宽敞些。好。啊，我们这儿的特色是海鲜面，3位要不要尝一尝？行，3碗。好嘞，3碗海鲜面。小朋友，要不要尝一尝我们家的炸鱼饼？可香了。妈妈，那就加1份炸鱼饼吧。得嘞。啊，妈妈，这个虾好大，快吃吧。味道还算鲜甜，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面条煮得有些过火，夹起来就断，海鲜的鲜味也没有完全融入汤里，反而带着一丝淡淡的腥气。穗穗圆圆，好吃吗？没有妈妈做的面条好吃。妈妈，有点腥。这海岛开发至今不到100年，很多人家都是近几十年跟随家中长辈或者其他原因搬迁过来的，对于海鲜的烹饪手法显然不够精细熟练，不能很好的将海鲜的鲜美激发出来。看来这个海岛会是我未来的第1桶金。哎，看见没？那个穿红裙子的长得真俊，不像咱岛上的，带着2个孩子呢，该不会是……嘘。同志，姓名，来驻地做什么？
程月湾，来随军。随军？你是谁的家属啊？宋怀生的家属。哟，是宋团长那位心比天高的爱人啊？怎么，愿意来我们这小破岛了？这位同志，你认识我？哼，认识。全驻地的人都知道，宋团长他娘说了。长梅，追进来。王排长，难道我说错了吗？这位同志他不就是嫌弃我们驻地穷，嫌弃宋团长没本事，宁愿在外面找野男人，也不愿意来随军。怎么，现在宋团长升职了，就眼巴巴的跟过来啊？这位同志，你口中宋团他娘是不是叫吴桂花？是又怎么样啊？过去5年，怀生每月往家里寄45块钱，30块是给我们母子的生活费，15块是给吴桂花的赡养费。这是邮局存根，每一张都有吴桂花的签字画押，可是这钱却1分没有花在我们娘仨身上过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吴桂花说她儿子根本不在乎这2个野种，说我们没本事，想要给宋怀生谋一门更好的亲事。你胡说！宋团长明明什么？明明每个月都有写信问孩子的情况，明明托人烧过奶粉和麦乳精，这些都被吴桂花截下了。这不可能！你肯定都在胡闹什么呢？报告政委，这位女同志说是宋团长的家属，但张梅同志，你是小程吧？你认识我？5年前怀生打结婚报告，我看过你的照片。他说他媳妇儿是十里八乡最俊的姑娘。看来他没有骗我。张梅，造谣生事，污蔑军属，关禁闭3天。现在就去军务处报到。政委，我……这是命令。是。都听好了啊！从今天开始，谁再传那些乱七八糟的话，军法处置。小程啊，怀生这几日都在海上巡逻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这样，我先安排你们住下。爷爷，爸爸真的想我们吗？傻孩子，爸爸当然想你们了。爸爸每次出海都带着你们的照片呢。哦，对了，爸爸托我给你们带来这个，说见到你们啊，一定亲手交给你们。来，嫂子，宋团的宿舍在2楼东头201室，热水房在走廊的尽头，下午2点供应热水，食堂5点开饭。要是赶不及的话，炊事班值班室常备着馒头和咸菜。谢谢。妈妈，这里就是爸爸住的地方吗？妈妈，爸爸会喜欢我们突然来吗？当然会了，爸爸只是不知道我们要来，等他见到你们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爸爸呢，得要晚一点才会回来。我们先去洗个脸，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宋团换班了，薛老安全送到了。送到了。老大，我路上遇见个特别的女同志，那人长得就跟天仙似的，而且她做的那萝卜丝啊，比炊事班老赵强10倍不止呢。既然喜欢，不如娶回家。你以为我不想啊？可是她娃娃都生了俩，而且这次还是来找男人随军的，也不知道哪个男的有这么好的福气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老大，那2个娃娃倒是和你有几分相似。平安，别开这样的玩笑。宋团，你说你人长得好，而且年纪轻轻就做到这种地位，那什么样的女人你娶不到？你为什么非得……站岗期间不许闲聊。谁？你，我，宋怀生，别走，宋怀生，我都知道了。当年先要的是吴桂花，是我糊涂。你明明每个月都有寄钱写信，我却信了吴桂花的鬼话。宋怀生，
我们重新来过好不好？不准欺负妈妈！大坏蛋，你把妈妈弄哭了！婉婉，这些年在我家，你受委屈了。岁岁，月月，他是你们的爸爸，是你们一直心心念念的爸爸。爸爸，爸爸对不住你们。你真的是我们的爸爸吗？我奶奶说我和妹妹都是野种。婉婉，我。